一夜遇使女而不懈的道家鼻祖，老婆娶了49个，却一生精神矍铄，容光焕发。800岁的彭祖的长生之术有何玄妙？有道是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心补，以人疗人，真得其真。道家房中术究竟有多神奇？长期以来，房中术被人们涂上一层神秘玄虚的色彩。那么彭祖的房中术又是如何修炼的呢？在各种有关长寿之道的古老记载中，彭祖是古代公认的最古老的寿星。传说他长寿的秘诀就在于房中术，这可以说是人在原始生命力的反应。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，就有一段关于彭祖房中术的记载。正所谓男女阴阳亦如日与月，阴与晴，宇宙乃阴阳构成，人也一样，由男女而生，阴阳相交而化育万物，万物得以滋生。因此这所谓的房中术的本质依旧是阴阳。天地和谐则风调雨顺，男女和谐则万疾不生。人的兴衰也和阴阳二气的变化相关，唯有让正气牢固地附于形体之上，持守必经之道，则精神元气就会到来。据说彭祖得到了房中术的道法真谛之后，一直把修身养性看成是头等大事。殷王听说彭祖精通滋补身体的方术，于是便让才女去向他请求修行的要点。彭祖则告诉才女，天和地按照阴阳交界的规律，可以永无终极，人要想获得长生之道，亦是如此。之后才女将彭祖学到的要点献给了殷王，但殷王却想要独自侵占，好成为天底下唯一长寿永昌的人，并在国内下了命令，谁要敢传扬彭祖的道术，就杀头。彭祖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的君主竟是个如此自私自利之人，于是便离开了自己的家乡。而殷王虽然得到了彭祖的长寿之道，但是并不坚持按彭祖的道术修炼，最终因骄奢淫逸，活到了300岁就死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房中术基本是真人口相传。后来有一位黄山君按照彭祖的道术修炼，通过男女双修和气以强身健体，活了几百岁后，面貌仍似少年。在古代，房中术是皇家贵族才能修炼的秘术，通常靠口头传授，既不外传，也很少写成书。战国时期著名的道家庄子、儒家孟子都十分推崇彭祖的养生法。彭祖之所以把男女房事之术作为养生长寿一大秘法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万病之源即由不懂得阴阳交合之道而起。彭祖强调寿尽在精，所以人要健康长寿，需要懂得房中养生术。精的本性是血，若是想要男女交合，达到享乐和养生的双重目的，关键在于防止烂泄，心境平和，气息稳定，以永保泱泱之权蓄于体内，如此才能达到有益身心健康的效果。道铺子说，男女交合是天然的一种现象，无论你服多少药，或进食多少牛、羊、猪肉，如果不懂得交合之道，纵欲过度，也与长寿无益。而有名的彭祖养生四竹，除了房中术，还有膳食术、导引术、调摄术。膳食术，彭祖的膳食术分为3点：第一，食饮有节；第二，谨合五味；第三，药食同源。食饮有节，先饥而食，食不过饱，若过饱则损气而疲劳；先渴而饮，饮不过多，若过多则损血而胃胀。早饭宜早，午饭宜饱，晚饭宜少。食后不可变怒，怒后不可变食，此调和之大旨也。谨合五味，根据食物的不同属性，按照阴阳五行与内脏相合原则，滋养五脏以养生。《黄帝内经》说，五味入胃，各归所喜，故酸先入肝，苦先入心，甘先入脾，辛先入肺，咸先入胃。食物五味如果调和，能养五脏；五味不调，可伤五脏。药食同源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黑色入肾，如黑芝麻、黑米、黑豆；黄色入脾，如红薯、玉米、土豆，对脏腑能量有一定的补益效果，偏性小。当代很多人也喜欢用食疗的方式来养生。引导术，
彭祖创始武术气功导引术，追求导气令和、引体令柔的境界，是中国最早的古代健身术。庄子载：吹嘘呼吸，吐故纳新，雄静鸟身，未受而已矣。此导引之事，养形之人彭祖受考者之所好也。这是关于彭祖善导引行气的最早记载。在那个时代，天地元气充沛，长期习练正确的导引术，引能量入体，可使人健康长寿，最终达到与天地并生的境界。吊射术，彭祖无著作流传，但有关彭祖记录较为完整的《彭祖经》记载：养寿之道，但莫伤之而已。夫冬温夏凉，不失40之和，所以是身也。美色舒姿，悠闲娱乐，不致私欲之祸，所以通神。车服威仪，知足无求，所以一致也。八音五色，以悦视听，所以导心也。如果说彭祖习练导引术是增加自己的能量 GDP 总值，那么调摄术就是节约自己的能量，让能量少泄漏，甚至不泄漏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